近来，随着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命名，外界对于中国军力的发展备受关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那么，面对美日等国沆瀣一气、频频进行军事挑衅，我们又该如何做到有力反制？解放军军事装备的提升又有怎样的节奏？本期节目，特约评论员石红、评论员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在6月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回应中国在福建舰之后是否会继续建造更多大型航母时表示，对于中国航母的后续发展计划，将按照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中国发展和改进武器装备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6月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国家时隔12年公布新的战略概念，并首次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分析指出，北约新的战略概念不仅抹黑中国对外政策，还对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重申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也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重申中国的立场，以正视听。我觉得这次谭克飞的这个发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界，特别是这次北约峰会上对中国国防政策的这种怀疑或者抹黑的一种回应。我们知道中国坚持的这种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基于中国对整个国际形势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是基于中国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也是基于中国的这样一种和平发展的这种文化传统来决定的。所以它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实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有评论也指出，中国发展航母力量也是为了应对各种挑战，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搞军备竞赛，谋求军事霸权。防御性的这种国防政策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含义或者内涵呢，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扩张，去主动的攻击这个别的国家，但是对于这个别的势力的这种侵略或者挑衅，我们拥有自卫的权利。这两个我觉得是并不矛盾的。美日还拿中国海军编队正常远海巡航训练说事，尤其是日本日前就将矛头指向拉萨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30号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2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6月29号至30号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北上进入东海。共同社称，中方这3艘舰艇6月份绕日本列岛1周，航行的天数大约为20天。日本防卫省还特地发布航行轨迹，6月12号至13号，拉萨舰编队穿越对马海峡向北航行；6月16号，东平湖舰穿越金青海峡向东航行；6月17号，拉萨舰和成都舰穿越宗谷海峡向东航行；6月19号，这3艘军舰在日本本州岛东部海域汇合并向南航行；6月29号晚，拉萨舰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向北航行。从它具体的这个航迹来看就是说从对马海峡进从军青海峡出，然后在日本本州以东的这个海域活动，最后呢从宫古然后再进入到东海，可以看出我们确实是围绕着日本列岛1周。那么这在客观上我觉得也对日本是一种提醒或者是警告，是对日本近期在台海包括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问题上也包括他这次在北约峰会上的等等一些问题上不断的对我们进行挑衅挑事施压的一种回应和反制。